这样漂亮的女龙骑坐上了黄毛的鬼火，二人凭借过人的身手，将魔导兵生产基地彻底摧毁，就连极端科学家转化的不灭者也倒在了黄毛的重机枪火力覆盖下。有了这一次的经历，黄毛重新找回了自信，在依依不舍的告别女龙骑后，他便继续向着帝国首都赶去。但这一切都被亚丹看在了眼里，黄毛没出去多远，就被亚丹抓回了帝都。这也就解释了亚丹为什么会有黄毛的手枪。回到诺克提斯这边，他们前进的路上也并不顺利，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影响，三人竟然失去了召唤武器的能力，就连几只像哥布林的使骸，他们都对付不了，只能前去驾驶豪车雷加利亚，并在敌人的火力覆盖下勉强冲进了帝国首都。但雷加利亚也因此彻底报废。对于诺克提斯来说，这辆豪车既是父亲雷吉斯送给自己的礼物，也代表了父亲这一路的陪伴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还没走两步，三人就被倒塌的残骸隔开，诺克提斯只能独自前行，古拉迪欧斯则与伊格尼斯继续深入。很快他们再次遇见了亚丹，亚丹随手便让他们恢复了召唤武器的能力。原来帝国当初为了针对魔法墙，早就研制出了电波干扰装置，甚至用这个装置抑制过王者之间的瞬移和魔法。随着深入帝国首都，他们发现这里曾遭遇过巨大的变故，并且还从留下的视频记录中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帝国的皇帝竟然正在使骸化。而在一旁的瑞布斯想法也早已改变，他现在觉得或许只有诺克提斯才有资格成为真王。闻听此言，帝国皇帝立即将瑞布斯打成了重伤。当瑞布斯好不容易缓过来，竟然发现诺克提斯出现在了这里。出于对真王的认可，瑞布斯本想把属于国王雷吉斯的剑交给他，但眼前的诺克提斯却是亚丹假扮的。随着亚丹手起刀落，这位曾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大舅哥生命就此走到了尽头。回到诺克提斯这边，失去了魔力，就连哥布林使骸都能扇他2巴掌。一无所有的诺克提斯只能强忍内心的抗拒感，戴上了只有正统王室才能戴上的光耀之戒。这枚戒指也展现出了它的可怕之处。通过戒指，诺克提斯能够吸干对方的生命力，甚至还能够造成大范围的空间扭曲，将身处其中的一切生命吸进黑洞一样的空间内。而在前进的路上，他看见了死在亚丹手里的大舅哥瑞布斯。至于帝国皇帝，也早已被使骸化，变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怪物。看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亚丹。饶是强如尼弗海姆帝国，在亚丹手里也如同玩物一般，随时可以毁掉。可他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引导诺克提斯来到这里，却是不得而知。在光耀之戒如同清场一般的攻击下，诺克提斯很快便与同伴会合，并且救出了被关押在这里的黄毛。由于之前女龙骑的鼓励，再加上摧毁魔导兵基地，解开了心结的黄毛，在见到3位同伴后，当即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本以为会受到同伴的质疑，但他们对黄毛的出身却根本不在意，毕竟自己打心底认同的狐朋狗友，又怎么会去怀疑他的出身呢？做兄弟在心中。历经波折，4人再次结伴而行。就在他们距离被夺走的水晶仅1步之遥的时候，亚丹竟然将大舅哥瑞布斯使骸化。带着对大舅哥最后的尊重，兄弟4人群起而攻之，大舅哥也终于得到了解脱。可随之而来的竟然是无数的使骸，就算诺克提斯开启了全屏秒杀，也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使骸出现。无奈之下，3位同伴只能选择留下来，为诺克提斯争取时间。带着势必取回水晶的决心，诺克提斯独自来到了水晶面前。可就在他触碰到水晶那一刻，身体竟也无法移动分毫。而亚丹则悠哉悠哉地走了出来，并道出了自己的身世和他真正的目的。一切还得从2000年前说起。在那个时代，一场由寄生虫传播的可怕瘟疫席卷了全世界，被感染的人都会变成一种名为使骸的怪物。为了阻止使骸继续壮大，一个名为切拉姆的家族使用神赐予的力量，不断清除散布各地的使骸。而切拉姆家族也赢得了诸神的认可，于是诸神决定在切拉姆家族中选出史上第一个担任国王的人。国王的候选人则是一对亲兄弟，弟弟索姆努斯拥有极端的统治力，哥哥亚丹则是一个一心为百姓着想的大圣人，对王位根本没有丝毫兴趣。而神使艾拉便是负责传达神的旨意的人，艾拉同时也是亚丹的恋人。亚丹天生就有一种特殊能力，那便是能够吸收被感染者身上的瘟疫，并转移到自己身上。尽管瘟疫能够治愈，可亚丹终究个人能力有限，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相比之下，弟弟索姆努斯的做法效率就要高出很多，那就是把染上瘟疫的人集中起来，统一物理销毁。就在诸神决定谁是国王人选，并传达给神使艾拉的时候，索姆努斯竟然从艾拉口中套取到了亚丹被选中为国王的消息。然而就在第2天，亚丹准备登上王位的时候，索姆努斯却声称自己才是被神选中的国王，甚至还诬陷亚丹是一名煽动民众的谋反者，并且不由分说提刀就砍。亚丹猝不及防之下被索姆努斯刺穿了胸膛。就在关键时刻，神使艾拉挡在了亚丹身前，失去心爱之人的痛苦让亚丹瞬间失去了理智，被他吸收的使骸之力随之迸发。人们见到亚丹的样子纷纷四散而逃，亚丹只能看向了王座之上的水晶，希望能够得到水晶的认可，将真相公之于众。可当亚丹触碰到水晶那一刻，他体内的使骸之力却导致水晶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至此以后，索姆努斯成为了路西斯王国的第1任国王，亚丹则因为使骸之力获得了不老不死的能力。但亚丹也被永远地关在了神阴岛，他对路西斯王国的仇恨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深埋在了心底。一直到2000年后，尼弗海姆帝国的极端科学家瓦斯戴尔秘密潜入神阴岛，把囚禁了2000年的亚丹释放了出来。路西斯王国很快就派亲卫队前来围剿。亚丹面对亲卫队的攻击，竟然无意之间将对方使骸化，不但把人变成了使骸，还获得了对方的记忆。饶是被囚禁了这么多年，亚丹内心都还是不愿伤害别人。当亚丹再次醒来，他已经身处帝国的魔导开发研究所，而极端科学家也正是看中了亚丹的使骸之力，才冒险将之救了出来，希望能够通过亚丹的力量彻底毁灭路西斯王国。可尽管知道陷害自己的弟弟索姆努斯所流传下来的路西斯一族的血脉没有断绝，亚丹也还是没有复仇的打算。直到极端科学
学家带着亚丹看见了被冰封起来的炎神。极端科学家希望亚丹能够将炎神变成尸骸，一旦成功，那么亚丹就能获取炎神的记忆，从而接触人类无从得知的真理。恰好此时，路西斯亲卫队潜入了设施内，想要尝试除掉亚丹。和战斗的波及导致设施损毁，从而让冰封的炎神再次苏醒。感觉自己被人类愚弄的炎神也立即对亚丹发动了攻击。亲卫队不死不休的追击，再加上炎神的欺人太甚，让亚丹再次使用了尸骸之力，炎神的记忆也随之被亚丹获取。直到这一刻，亚丹才知道，原来当初被选为国王的就是自己，并且亚丹还见到了艾拉的幻象。艾拉这才道出，他曾告诉过索姆努斯被选为国王的人是谁，这才导致索姆努斯找到机会欺骗所有人，夺走了本该属于亚丹的王位。愧疚不已的艾拉希望亚丹能够了结自己。就在亚丹犹豫之际，索姆努斯的幻象出现，强行抓着亚丹，将匕首刺进了艾拉体内。直到最后，索姆努斯都还在嘲讽亚丹，怪物终究是拯救不了任何人的。这一刻，积压在亚丹心中2000多年的仇恨彻底爆发。既然他无法让索姆努斯付出代价，那么他就不择手段，把索姆努斯一手建立起来的路西斯王国彻底毁灭。同时，亚丹也对所谓的神彻底失去了信仰。从此以后，亚丹帮助帝国推进关于尸骸的研究，成功量产了魔导兵，并借此功劳顺利坐上了宰相之位。这使得帝国与路西斯王国的平衡被打破，最终逼得路西斯王国只能躲在首都的魔法墙中苟延残喘。而当时的路西斯国王觉得愧对列祖列宗，最后只能郁郁而终，这才让年轻的雷吉斯得以继承王位。亚丹则更加的丧心病狂，他将尸骸扩散到了全世界，以夺取他人的记忆，搜集更多关于路西斯王国的情报。然而不知不觉中，他自己也被大量的记忆所影响，从此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饶是路西斯王国躲在魔法墙内，亚丹也没打算放过他们。在路西斯王国的建国纪念日，亚丹通过伪装，光明正大来到了王都的中心，并召唤出被他变成尸骸的炎神。在炎神的攻击下，首都的警卫根本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年轻的雷吉斯迫不得已之下，只能亲自出手。而亚丹此举就是为了逼得雷吉斯召唤出自己的弟弟索姆努斯，毕竟是老祖宗打玄孙。雷吉斯很快就被亚丹打晕了过去。随着光耀之戒亮起，亚丹也终于得偿所愿，再次见到了索姆努斯。时隔2000年，兄弟二人再次大打出手。然而如今的索姆努斯面对的早已是彻底黑化，并且还有炎神相助的亚丹。仅仅只是片刻，他的灵魂就被逼了出来。见不敌亚丹，索姆努斯表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路西斯子民的未来，他不奢求亚丹的原谅，但还是要向亚丹道歉。说罢，索姆努斯的身影便缓缓消散。尽管大闹了王都，但亚丹却还是怒从心中起。他本想一剑了结雷吉斯，让路西斯王室断子绝孙，但下一刻数柄巨剑从天而降，将亚丹牢牢地困在其中。原来是剑神巴哈姆特降临了王都。剑神表示，亚丹的使命不是杀死路西斯国王，而是将黑暗扩散到全世界。因为终有一天，路西斯王国会诞生一位真王，真王会成为人类的希望，驱散黑暗，而亚丹就是祭品。在真王觉醒的那一刻，他将会集结历代先王的力量，将亚丹从命运中解放出来。到那个时候，王族的血脉将会彻底断绝，亚丹的复仇也会就此完结。说人话就是亚丹制造黑暗，真王觉醒驱散黑暗，而代价就是付出生命。对于亚丹来说，他本就活够了，相当于用自己的解脱来换取路西斯王室绝户，一切早已是命中注定。亚丹选择了顺从命运，即便自己只是个祭品而已。而他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散播黑暗，指引真王觉醒。至此，时间也来到了诺克提斯触碰水晶那一刻，这也就解释了亚丹为什么会一边指引诺克提斯，一边杀害他身边的人，为的就是磨练和引导他觉醒。当3位同伴赶到时，诺克提斯已经被吸入了水晶之中。当他再次醒来，剑神巴哈姆特早已恭候多时。他告诉诺克提斯，现在所处的地方正是在圣石，也就是水晶之中。诺克提斯所要做的就是耗费漫长的时间，将圣石的所有力量积蓄在光耀之戒中，形成真王之力。真王之力是除掉亚丹、驱散黑暗的唯一力量，但想要释放这种凌驾一切的力量，诺克提斯就得在王座上牺牲自己的生命。届时亚丹会被湮灭，世界将会重获光明。过往的一幕幕不断在诺克提斯脑海中浮现。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和自己所爱之人，那么牺牲自己或许也未尝不可。随着时间的流逝，诺克提斯也终于积攒出了真王之力。此时距离他进入水晶也已经过去了10年。诺克提斯的脸上也早已没有了以往的稚嫩，脸上的胡须尽显沧桑，但发型在经过了10年的磨练后，却依旧还是我发由我不由天。出山的诺克提斯很快便收到了同伴在锤头沙等待自己的信件。经过了尸骸肆虐的10年，如今整个世界都被黑暗所笼罩，并且遍布着大量的尸骸。好在诺克提斯随手便能召唤曾获得过的神力。